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上两期呢，我们聊了一下人工智能未来的可能发展路线。在之前呢，我们聊了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也知道现状，也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放在我们的人生规划之上，对不对？我们如何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之前勇立潮头，或者看准科研方向，努力钻研，一举成名，或者看准趋势，长期投资，我们躺着就把钱赚了，对不对？或者利用工具，抢占先机，在工作上胜人一筹。总之，聊了这么久的人工智能了，总不能白聊，是不是？我们总得为自己图点什么东西。中国古代理学家朱熹曾经说过：“学以致用，知行并进。”不过呢，在聊图点啥之前，我们还得整理一下之前3期的一个内容。孔子也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前面3期的内容，一起讨论一下，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之中，都会对哪些行业、哪些职位产生冲击，但是同时我们又能带来哪些机会？综合前面3集的内容，我们大致可以把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ChatGPT 3.5一直开始到 Next AI 的出现。我们说过很多次 Next AI 了。Next AI 是我们前2集中给下一代人工智能取的名字。那么它是一个可以达到类似人类顶尖专家或者说顶尖博士的水平的一个人工智能。我们把 Next AI 作为一个分界线。从现在一直到 Next AI 的出现，那么作为第一阶段，时间上来看的话，大概是从2023年到2028年左右。那么这个相当于现在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事情，一直到2028年。那么在之前的一集里面，主播大概总结了3个方面，第一个是大语言模型，第二个是多媒体应用，第三个是其他行业应用。大语言模型由于会时不时的产生幻觉，因而需要人类最终去检验确认这个 AI 的产出，比如报告啦、总结啊、代码啊之类的。但是 AI 语言模型的效率、创意、丰富程度等等，那么它都是在人类之上的，所以可以让它来协助人类在文本啊、语言处理啊、基本的知识获取方面来提高人类的一个效率和想法建议。那么第二点的话是多媒体应用。那么在之前的视频中，主播也说过，多媒体应用是 AI 领域最成熟的一个应用领域。从在2024年，图形图像的处理就已经非常的在互联网上普及了，获取的成本已经非常低了。这个方面其实实质上会对做平面设计的专业人才，应该算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因为行业进入门槛实际上会变得非常低。那么原来一些做图的工具，那么都需要非常专业的能力，那么才能去做。但是呢，现在有了 AI 以后，普通人他可以利用 AI 的技能，直接就可以把一些原本需要专业能力才能做的一些制图的完成的一些工作，就直接就可以很简单的去把它做掉了。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视频处理 AI 工具，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也已经层出不穷了。但是一直到2024年，实质上它做的还并不是特别好。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的AI 产生的一些视频，但实际上它多多少少都感觉有点怪怪的。那么 AI 的处理的话，实际上它会需要更大的一个算力。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可能会是在2024年到2028年之间，会逐渐更加成熟的一个视频处理这一块。所以的话，估计这一块视频的一个生成和处理，那么它门槛也会大幅的降低。这一块对做视觉专业的人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跟做图像处理专业一样。普通人他可能很快就能做视频处理的一些专业上的工作。那么整个这一块的工资的薪酬待遇可能也会下降。
那么其他的话呢，是之前视频中说的，那么就是第3点，其他行业应用，在这一块呢 ，AI 其实也已经有占入了很多的头角。那么实际上笔者也说了很多次，尤其是 AlphaFold 这个它非常精准的，而且非常高效的去预测了很多的蛋白质的结构，当然了，其次的话，在金融领域也出现了像机器人理财叫 Robo Advisor， 或者说是自动化交易、AI 技术分析、金融自动化建模等等的一些工具。那么当然，今天由于 AI 推理能力的一个限制，以及 AI 会产生幻想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和大语言模型类似，那么即使 AI 做了这些金融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它还是需要人类来做一个最终的检查和确认。因此呢，在这些领域，笔者并不觉得行业门槛已经被大大的降低。它主要还是帮助专业人员，尤其是生物医学和金融学的一些专业人员来提高效率为主。当然了，就是如果具体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专业，就比如说蛋白质的测定，那么像原来做蛋白质测定的这种研究员，那么他这样的工作的话，可能就会逐渐的消失了，因为现在已经只需要点击一下鼠标 ，AI 就可以帮你预测出来了。当然了，主播这里想顺便提一句，说的是10多年来甚至20年来，自动驾驶一直都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着，但是一直到现在，自动驾驶还是没办法在全场景的情况下完全实现自动驾驶。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会在第2个阶段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第2个阶段是从人工智能达到人类顶级专家水平的 Next AI 开始，一直到人工智能出现强大的逻辑思维、推理能力以及自我意识为止。那么在前面一集中，主播已经列举了，就是要人工智能如果要出现自我意识的话，它需要跨越的2大门槛，也就是2座高山。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翻回去重温一下。从时间上看的话，大概会是从2028年一直到2040年或者2050年，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第2阶段。主播在人工智能可预见的未来一集中，那么提到过，到2027年、2028年前后，人类将有能力打造一款大约相当于人类顶级专家水平的人工智能。那我们把它称之为 Next AI。那么 Next AI 呢，它会是一款通用型的人工智能。那么英语的话就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也就是说这款人工智能，基本上它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它既可以做大语言模型的事情，也可以处理和生成，比如说图片啊、视频啊、音频啊、歌曲啊等等的多媒体的内容。那么还可以作为一个远程专家、远程雇员，去帮助各类企业、各类科研院所去处理项目管理、财务控制，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参与科学研究等等，加入到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目中去。也就是说，从2028年开始吧，人工智能将快速的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届时任何行业、任何工种、任何职业，它都将无法逃脱人工智能的影响。与人们通常的看法不同，主播认为在这个阶段，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越是高级的脑力劳动者，反而越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么比如说律师啦、医生啦、程序员啦、科研工作者啦、金融分析师啊这样子的职业，而越是低端的工作，越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那么比如说像大车司机啊、保姆啊、清洁工啊、幼师啊这样子的一些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奇怪的悖论，这个说起来就有话长，但是主播还是想解释一下啊，就是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人类擅长的就是运动和家人朋友聚会，照顾小孩，感受他人的表情和情感，包括记忆故事。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已经嵌入到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些算法。那么我们通常每一个人呢，这种自带的能力，我们都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的，并且而且我们也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呢，这些技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挣不到钱的。因为每个人都会，对不对？天生的，那么供给几乎就是无限的。那反而是人类不太擅长的，就比如说
数学啦、逻辑推理啦、抽象符号的记忆啊，这种普通人不太擅长的，或者说是在人类中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才擅长的这种技能，在市场经济下，他就容易找到一些高薪的工作。因为提供这些能力的人，相对于整个人口而言，它实际上还是比较少，要不然怎么叫做天赋，对不对？又因为在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之后，我们需要大规模的生产，我们需要项目管理，我们需要行政管理，我们需要金融交易，那么所有这些事情，那么都需要有逻辑推理和数学计算，甚至抽象符号记忆的这些天赋，而大部分人实际上又不擅长这一些，那么这就使得懂得逻辑推理、有能力做数学推算的一些人，他的薪酬就会变得很高，而那些照顾小孩啊、打扫卫生啊这种几乎人人都能做的一些工作，他的薪资水平就会相对比较低一点。但是从算法实现的角度来看，数学计算反而是最容易用逻辑和推理实现的。反而是像做家务啊、带小孩啊，在嘈杂的这个环境中到市场里面去买菜，这种行为是更高级的智慧行为。只是这些复杂而高级的智慧行为已经在进化的过程中内嵌到人的基因里面去了，所以它几乎变成了每一个人都具有的一个技能。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而这种更高级的智慧行为他的工作薪酬更低。但从另一方面看，就是通用型的人工智能，就是 Next AI 或者说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他们擅长的是什么？他们擅长的就是模式识别以及快速的进行一些人类已有的知识，获取人类已有的知识，包括一些数学推理能力、一些逻辑推理能力。但是他们不擅长什么呢？他们不擅长在日常生活中和人打交道。对他们来说，去从事诸如买菜啦，按主人的要求去做家务啦，按主人的要求去照看小孩啦，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很多的社会文化、社交背景的理解能力之后，他才能去完成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实质上是人工智能它不擅长，甚至是下一代的通用人工智能它都不会特别擅长。换句话说，就是原本需要高超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天赋的理工科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这样的职位和工作，他们的从业门槛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会大幅的降低。就打个比方，在17、18世纪，枪出现以后，就让职业军人的从业门槛大幅的降低了。本来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职业军人要练刀、练功，练十几年、数十年，然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但是，哪怕一个农民有了一把枪，那么这种练了十几年刀枪的这种职业军人就会不堪一击。我只要碰一枪，你的一切的努力、你的一切的坚持、你的一切的荣誉，都会随着你的鲜血从你的伤口中喷涌而去。而人工智能就会大幅的降低科研的门槛。但是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科研几乎是一个可以容纳无限就业人员的行业。它和之前的多媒体处理其实是不一样。多媒体它容纳的就业人员会是有限的，但是科研它的容纳的就业人数几乎是无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类现在的知识实质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了解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全宇宙人类未知的领域是如此的浩瀚，有待探索的方式、有待探索的领域几乎是无限的。人类对全宇宙神奇的认知不过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毫。虽然二战之后科研人员、科学家快速的增加，但是科研探索依然对人类的这个数学和逻辑推理的天赋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全人类的科技进步往往是只依靠于个别的一两个人类的天才才实现的。但是随着 Next A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或者说它的面世，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同研发的时代就会到来了。Next AI 水平的人工智能，它将极大的降低从事科研的门槛，大量的与人工智能合作从事技术研发的一些工作岗位会涌现出来。新的发现、
新的突破、新的产品、新的工艺将会飞速爆发，人类将进入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繁荣期。所以，主播认为，在2028年之后，通用型人工智能将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经济、对人类生活品质的贡献，将会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震惊全球的这么一个事件，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一个最辉煌的时刻。哦，对了，上一集跑到镜头里插话的那个朋友，这个算不算回答了你的问题啊？算，谢谢。那我们继续啊。所以理工科博士非但不会失业，反而会因为即将到来的大科研时代更加吃香。普通人也不用担心，科研和技术开发的工作很快就会降到普通人也能够胜任的水平，从而创造大量的科研和技术研发的工作岗位。而所谓的一些更低端的工作岗位，就比如说清洁工啊、家政服务啦、幼师啊等等的职业，在这个阶段都是人工智能没有办法替代的。反而会因为大科研时代的到来，人力会出现短缺，因为普通人也能胜任原来非常复杂的一些科研的工作，而且有大量的领域需要人们去探索。而这样子的话，这些人的薪酬，这些岗位的薪酬都会进一步的提高。顺便提一句的话，主播就算在此时此刻，就是28年到40年甚至45年这块时候，主播也认为完全场景的自动驾驶依然是无法实现的。就理由就是我之前上面说的那些理由。这里想说一句的就是，上帝给人类的赐福，它的伟大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就像前面说的 ，Next AI 将会以远程虚拟雇员的一个形式，快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公司的主要大项目之中。它会长期的沉浸于每一个项目，来帮助人类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同时也会在项目中去进一步的学习，掌握人类各行各业中具体做事的一些方法和过程。因此，这个阶段的人工智能的训练，它所学习或者训练，它所需要的数据也会从互联网的数据转向各行各业各种不同的产品的生产和研发、市场推广的实际项目中产生的数据和方法。毕竟就是说，互联网的数据虽然已经是浩如烟海，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一些项目管理啊、生产制造啊、市场公关啊这些技能都掌握在各行各业的人类的心里或者脑子里，那并不是互联网上就能查到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发展的第2个阶段。那么之后是第3个阶段，第3个阶段就是 Next AI 水平的人工智能和人类一起研发出来的更下一代的人工智能。那么这一代的人工智能，它会有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类似人类的意识。那么从这个更下一代的人工智能的出现开始，那么我们就认为人工智能进入了第3个阶段。那么第3个阶段的话，从时间线上来看的话，基本上可能要到2040年甚至2050年之后了。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就会变成一个讨论人工智能生命体的这么一个哲学，有个哲学味道的一个讨论。那么我们会在后面专门开相关的视频来讨论第3阶段，或者说是讨论人工智能是不是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生命体的一个问题，还请大家期待啊！是不是又挖了一个好大的坑啊？不过大家放心，主播有坑必填。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我们具体到普通人该如何应对现在和未来人工智能，看来我们可能要放到下一期去聊了。那么这一期也接近尾声了，不过至少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和在2040年之前我们会面对怎样的一个人工智能，面对怎样的一个世界。那么下一期我们来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